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运成。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大财经系教授聂建中。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国际焦点来看到川习会啊，终于登场了，是在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他们两个见面了，而且微笑握手了14秒。好，来看到啊，这个他们是在人民大会堂场外呢举行了这个迎接仪式，来欢迎川普访中。好，铺上了红地毯，然后两个人呐是握手寒暄了将近14秒，而且呢，北京呢也是盛大的来用这个军容来欢迎川普哈，现场呢也是鸣放了21响的礼炮，并且由军乐队演奏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还安排了孩童夹道欢呼呼喊。那么习近平呢也特别停下脚步来向孩童挥手致意川普呢也是满面的笑容，并且鼓掌。那随后呢就碰了习近平，说可以继续前行。那走到另一侧啊，习近平呢又停下来挥手，那川普又再度轻碰习近平的手臂，示意前行。好，不过啊，前面的场面做完了之后呢，就要开始闭门会谈了。闭门会谈开始之前呢，习近平也说了一席话，我们来听一下。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好，什么是修昔底德陷阱呢？就是当新兴强权崛起的时候呢，可能会对现有的霸权产生了一些威胁，然后进而发生一些危机啦。所以呢，习近平就说了，希望双方呢能够合作，而不要两败俱伤。好，那么川普是怎么回的呢？他说啊，今天能够跟习近平见面，感到相当的荣幸啊。习近平呢是一名伟大的领袖，美中关系将会比以往任何的时期都还要好。好，那到下午的时候他们两个呢又去共同参观了天坛。好，这个是两国元首在祈年殿的广场合影呢，共同去参观这个祈年殿。好，但是这一次呢是睽违9年两个人呢再度在中国举行川习会，但是这个规格有没有降级呀？白宫呢是释出了中国官方接待的影片这个排场非常的震撼啦。那是由谁来接机的呢？是中国的副主席韩正接机的。那军乐队青年呢也都是挥旗相迎。那川普也是微笑比出了招牌的这个动作。好，那这个美国空军1号呢轰鸣而过的时候呢，站在底下的这个中国军人斯文不动这个影片呢也是在网络上面去进行了疯传。来看到这个相当庞大的这个空军1号就在这名军人的旁边，但是他呢是斯文不动的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规格相比9年前到底是怎么样？有比较盛大还是比较缩水了呢？好，纽时就说了，这个来接机的人韩正他是位高但是权不重。这次北京派出了韩正，相较于2017年的时候，川普首次访问是由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来接机的话，是略微降级的。但是呢，选择韩正也凸显了北京是如何看待这个苗杰奇说错话了看待川普的访问，并且指向川普可能获得正式国事访问的礼遇，但是他不会去超越其他世界强权的一个特殊待遇。但是很明显的，川普这个人就是爱排场嘛，所以北京也给他很多的排场反正也没有什么损失嘛。好，那所以现在川普呢有了这些排场之后，又在白宫上面发文了，说他又回到了世界的舞台可以开始来大内宣了。但是实际上到底能够谈成多少事情呢？而且我们来看到中国的态度也很奇妙尤其是中共的机关报《人民日报》14日的头版，完全没有提到川普或者是相关的会谈反倒是聚焦习近平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还有高科技投资以及“一带一路”出口成长等等等的议题。这反映出了什么？中国官媒还是凸显习近平跟中共的政策主轴为优先。但是 CNN 说了，这有可能是因为纸本报纸来不及印上
这个川习会，所以才没有摆上川普。但是你说照片来不及放就算了，怎么连文字都没有呢？好，那也有人分析了说呢，这场峰会啊，真正能够达成的效果其实是相当有限的，可能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外交表演而已。好，那来看到呢，曾经在拜登政府担任过的这个副主任也说啊，北京如今啊，已经带着高度的自信要跟美国谈判了，认为自己呢是更强势的一方，所以才连这个官媒上面啊，连你川普提都不提啦。好，但是呢，北京如果自己认为是强势方的话，那么这一次川普能够带回什么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觉得这一次中国接待川普来访问，也是用很高规格的但是不是最高规格的。最高规格9年前有给这个川普了，但是由于川普把它搞砸了，原本川普到中国的访问是成功的，然后习近平回访到美国的也是成功的，但是等到习近平回来了以后呢，川普突然间开始撕毁了过去双方所2次的访问。就一来一往的访问中所达成的协议，也就是不讲信用，这一撕毁，中美的关系就回不去了。那我们看到9年过去了，中美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他们的关系也已经定了不是伙伴关系，所以不是朋友，他们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我们用大白话来讲，就是中美不是朋友，但是可以不是敌人。也就是说，美国人所谓的3种关系，我们是对抗的关系、竞争关系跟合作的关系，那这个就是亦敌亦友的关系。那中国人说没有这回事，我们可以是敌人，也可以是朋友，也可以不是敌人不是朋友，但是就是没有亦敌亦友这个概念换言之，也就是说没有这回事那换言之，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关系已经定了，因为在这一次的讲话中，习近平有特别讲到，这是我跟川普我们的共识，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共识，那也就是我们都一致同意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关系我们再强调，就不是朋友关系那不是朋友关系，那我们现在可以走向不是敌人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来维持战略的稳定？那怎么样的维持战略稳定，会有可能爆发冲突的、分歧的，然后那些我们就是来管控风险而已。因此，我们看到最终说有谈到有关于双边的贸易，那也就是昨天何立峰跟贝森特他们在仁川韩国的仁川机场所谈的那个关系，也就是达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平衡。那换言之，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来推断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会下降，中国对美国的关税也会下降。由于如果双方的关税在某一个领域内或者是总额中有一些下降的话，那中国的有一些产品就更容易卖到美国去了。美国的农产品、飞机还有石油就比较容易能够卖到中国来了。为什么？因为那一些关税一旦下降，大豆就更好卖了，牛肉就更好卖了。飞机你看25%的关税，你怎么可能跟空中巴士来竞争嘛？同样的道理，你的能源25%的关税，怎么可能跟中东海湾国家的能源来竞争？那因此，如果这些关税往下降，你当然就有可能卖到中国来。同样的道理，你的回礼，那就是你也要对中国的若干的产品也要关税往下降。那我觉得说这一次的接待，为什么我们讲说规格是高的你也看到有校阅式有点教了点教完了以后有阅兵有阅兵式，有分列式提正部走过去，然后最后我们也看到这个您刚一开始所讲的韩正接机。对，如果就美国来说的话，他可以对他国内有个交代，说这是国家副主席亲自接机。但是如果就以党领政、以党领军的，以中国大陆的实际上的排名来说的话，那当然韩正的位阶，因为他是上一任的政治局的常委嘛但是他不是这一任的了。那这一任的这个政治局的委员不是常委委员那当然是王毅是在内了嘛。那所以如果以杨洁篪对表
来看的话，那应该就是王毅对比杨洁篪在当时9年前的位置。但是以现在的职位来看的话，韩正的这个国家主席的外交抬头头衔是比较高的，所以要看你怎么解读。那换言之，也就是说，大陆在这个部分里面是外交上是非常巧妙的两边平衡，没有把你抬高，也没有把你贬低，但是要看你怎么解释了。所以美国白宫也说，也可以说，他是副主席来接，比上次还高那《纽约时报》的评论，他引用的是美国的前国安会议的这个官员的，目前在大学教书的评论来说的话，他也没有说错嘛。因为以党的资历来说，现在当然是王毅的地位在党内的地位高，因为韩正在党内已经等于是退到2线了嘛。对，所以这个规格到底有没有缩水呢？盛峰委员，你又是怎么看的？其实大家一直在讨论规格我实在没有什么乐趣我觉得我们应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也展现出了中美双方不同的处理态度。首先，两个人公开，私下要避免会议前两边公开的谈话，中国大陆是用一种非常严肃的、千锤百炼的、字字珠玑的方式来很严肃的表达了一些他对于中美未来的立场和看法。而川普呢，就好像一个收酒的环节里面，今天我们欢迎川普总统讲几句话，那真的是讲几句话的水准。我不晓得是他战略的高度在应用呢，或是要把伟大的话放在避免会呢？这相对讲起来，与其在讲所谓的规格，不如讲双方面对问题的时候，处理事情的态度的时候，中国人在这里是每一个字负责任的向世界在宣示，而川普呢，就要用嘴巴插了就没事。就好像在讲个笑话，以前有个老师在讲男女关系的时候，就讲他一个人家说，哎呀，好可怕我昨天发现我女儿跟男朋友接吻了。那这个时候，另外一个说，怕什么？那个电影里面，你看老外不是一碰面就接吻了吗？他说老外接吻，你嘴巴一张就忘了，中国人一接吻是吻在嘴里印在心头里。我想，我用这样的比喻可以讲，中国人把每一个字当作一回事的在说，而他当作收手的态度在办。第二个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再来看看双方要进行的会是一个什么？是像川普这样子漫不经心的收手的话语吗？显然又不是。为什么？因为假若双方现在只是谈谈贸易、谈谈买卖、谈谈买波音、谈谈买大豆，需要像贝森特这样子的传真机，川普的传真机跟何立翁这样属于习近平的传真机，要有6次到7次的高峰会谈吗？显然这个会谈已经不是要谈我买多少大豆你要不要解禁的问题。就像在马德里会谈之后主动递出来了何立翁说的，我从此用中美所谈的不再是单向，而是一个框架。框架代表了什么？代表的就是新时代的中美新关系就 G2U 的世界，我们两国到底要怎么相处在这里？所以中国大陆的期待里面，修斯底的陷阱不要出现吧，不会出现，我们也不想让它出现。那美国呢？此时此刻是国力以来大概有史以来是最衰弱，而中国的国力是有史以来呢空前最好的时候。所以这一两相一来一往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在这一场里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就由单向的开始的讨论，到了框架的建立到了现在是双方进行一个管理的层次，而这个管理已经出来了吗？叫管理委员会嘛，本来叫贸易管理委员会，现在是2个，一个是资本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属于这个工业跟科技的。那别忘了，经济是下层建筑政治才是上层建筑，所以下层建筑的改变会改变很多事。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的在这里可以预告，这一次不管发生了什么，讲了什么，未来是中美和解和平合作的时代已经来临。台湾请记住，抗中保台还有多少的价值呢？台海的安全
跟和平，从来不是台海的天险，而是有没有美国的表示的态度，没有美国还有抗中的条件吗？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势啊，我们与其花时间来讨论规格有多高啊，不如要发现我们是不是已经面临到台湾生存战略必须重新定位和思考的问题。好，而且这一次啊，北京明显呢，它的底气是比较足的哦。可以知道呢，连前拜登的这个政府的官员都说了，说北京现在认为自己是更有优势、更强势的一方。好，我们请教叶建中老师。好，那我来谈一下规格了哈。既然这个我们盛峰不谈规格，我觉得规格其实没有减少了。上次在万里长城讲不好听，天坛是一个非常指标意义，是他们祭天的场所。各位如果知道，佛罗里达有个迪士尼。那全球最大的迪士尼乐园呢是在佛罗里达，旁边有个 Epson Center，Epson Center 旁边有个这个 Small World Showcase， 也就是小小世界小人国。这里面有一个中国，中国的代表是天坛。我在1986年12月24号晚上半夜进去，也就是圣诞夜的时候，隔天去了天坛，看到了它有一个360度，它这个有个天囧360度的电影，在第一次在那看的。就是当非常的雄伟，又在蒙古骑马的一些骑士这样轰轰轰的过去，全在我们的天空，就在天坛里面。当然那是一个缩小版的天坛，天坛有它的指标意义啊，那我就不去介绍天坛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规格其实没有少，但我必须说，现在不是规格的问题，是我们主持人讲的底气的问题。我先讲呢，2019年到现在，2017年到2026年9年，这9年发生了什么事？如果各位去仔细听了川普讲的话。9年前他是有傲气的，现在包括去年在虎山年底的那一次，2025年底，去年大概谈的时间不多嘛，只有1小时40分钟，今天总共谈了2小时15分钟。请问他底气在哪里？以川普来讲，说不好听一点，他弱很多。他不断用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字想收买对方，但是我觉得有点难，叫做 great， 叫做伟大。他在去年虎山说这是一个 great country， 伟大的国家，一个 great leader， 而今天不断的讲 great。他在话语中这2小时多，我其实听到了一些重点，还包括他受他文化的冲击。一进去的时候，小孩子的热烈欢迎。过去中国是非常这个自私的用热烈欢迎。我们常到大陆开研讨会，现在是一堆小孩子非常活泼积极在那边跳舞的迎接他。其实他感触到了这个我们对岸的活力。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它真的崛起了，经济崛起。我现在讲的是这两边的讲话非常的肯定的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会发现川普就是一个有点像 talk show 叫脱口语，它是一个随性的，从某个角度你要欣赏它是随时即发的一些话语，不过你们很容易看出他要什么或他想什么。相反的呢，中国底气非常稳，他永远讲的就是这个有持续性的叫尊敬的某某某，就像我们讲亲爱的什么的这样子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种对话，中国是非常实的，而这个川普是非常虚的。这样的对话你会发觉感觉上他们有时候强调有共同利益，其实这个共同利益还是大于分歧的。我最后要讲的是，其实习近平里面讲到一个是中国一直把持的一个底线，是它的持续性，叫做这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注意，合则两斗则俱伤是中国坚持的，他已经看穿了川普的做法，所以川普现在有点被玩在手里。好，我们看完规格啊，来看接下来他们要谈什么一些实质的东西了哈。在川习会之前呢，刚刚说到了这个贝森特呢，还有何立峰就已经在韩国来先举行这个川习会前会了哈。那这场会前会呢，是在仁川机场密谈，历时了180分钟啊。此次陪同何立峰出席呢，还包括了中国的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李成钢，还有财政部副部长廖明。那双方呢，也就中方去采购波音啊，美国农产品还有能源去交换意见，被外界视为是两国领导人正式交锋之前最关键的一个技术性划设底线。好，但是其实华友也报道了说，现在美国对中国呢，也不再是以前的那样子的要求了。好，现在对中的策略转向，由改变中国调整为管理贸易。首任的川普呢，要求中国进行结构性改变，那现在立场不同了。川普的第2任呢，是更侧重于管理型贸易，就是透过维系经贸大局，还有具体的商品采购来缓和双边关系。于是呢，双方就成立了一个贸易委员会双方要松绑各300亿美元的商品贸易关税。好，现在呢这一套管理式贸易机制初步可能是针对双方各约30亿美元，合计600亿美元的
非敏感商品来降低关税，或者是其他的贸易障碍，来为美中长期紧张的经贸关系啊，去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那么这一次呢，美国也非常期待中国能够打开市场，像是花旗啊，现在就获得了中国第7张外商独资券商的牌照。好，那这一次呢，花旗的 CEO 呢，也是随着这个川普啊一起来到了中国访华了哈。但是更妙的是什么呢？赫格塞斯国防部长竟然也来到了中国，因为根据外交惯例是怎么样啊？国防部长通常都是独立前往中国访问的，不会随着总统出席。那么赫格塞斯啊，是自从川普就任以来，首度呢美国第8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访长。那说到了随着美国访中的访长这已经是逾50年来的第1位了哈。上一次啊出现这样子安排啊，是1972年时任总统尼克森的访中行程但是那个时候签了什么上海公报，所以国防部长才跟着去吗？好，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一次赫格塞斯的同行就被视为是华府针对军事还有安全议题的重视程度升高了，也就是说，此行呢已经不单单是讨论经贸了，军事方面呢也可能会直接摊开来谈吗？好，但是赫格塞斯呢来到中国应该不会来吵架了啦，因为要吵也吵不赢啊。为什么呢？学者就警告了说中国正在利用这个1战来坐地收红利，做地缘收红利全面扩大对美的优势所以呢，伊朗战争真的是大大的改变了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啦。尤其呢，外媒也报道了说随着这个伊朗战争还有美国内政的政治还有经济压力升高所以呢，不急着达成协议的人反而是习近平，因为你自己美国就快要爆了，我就看着你爆就好了。还有《纽约时报》也报道了，相较于去年的双方会谈中国大陆如今呢是握有了更多的筹码，包括了什么关键稀土。关键矿物还有稀土供应链的掌控，还包括了一个新的局势，就是中东也让北京获得了新的战略优势。好，那至于说到了稀土中国真的是掌握了生杀大权，因为全球呢100%的石墨、90%的稀土，还有4%的钴都是由中国加工的所以你美国需要这些稀土的话呢，还是要来跟中国要。尤其呢，现在打仗打到自己美国都快要没有飞弹了这个曾经的这个布希政府的官员就说了，每一枚像伊朗的飞弹，都让我们在短期内更加依赖了中方的稀土资源。好，来看到一架 F-35逆中战机就有含408公斤的稀土元素，而美伊战争期间呢，曾经在荷姆兹海峡巡弋的这个伯克级驱逐舰每艘则是含有2359公斤的稀土元素所以这一次美国防长去北京有没有可能是去确认自己美国的军火供应链安全的呢？哇，那真的就是大新闻了。来请教赖教授。先看一下昨天的谈判因为今天的消息已经出来了。昨天中美双方没有透露出任何一个谈判出来的任何一点点的协议。那今天已经谈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再平衡，双方的贸易再平衡。那也就是美国你选300亿美元的商品，希望能够减税的，中国也选300亿美元的商品，对等所以谁都没有吃亏，谁也没有占便宜。但是问题就在于，对美国人来说，你要卖什么东西给中国，你就希望中国大陆在哪一些方面给你降税，那300亿美元。那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哪些产品要卖到美国去，那就选300亿美元的商品，你美国要降税，那也就是彼此之间降到例如说 WTO 的那个关税，或者是再降10%或者多少的关税，我想中间都有协议，那就会让大陆的商品更好卖到卖到美国去，美国也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这个价格往下降，那美国也把商品卖到中国来，我想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不过有个前提，因为他们有讲到了非敏感性的产品非敏感性的当然就是指的是到底是
是英伟达的这个无限制的产品呢，还是只能卖这个 H200呢？目前传出来是 H200啊，那 H200已经变成不敏感的商品了，这也很有趣啊。我是觉得，所以你可以知道，敏感跟不敏感原来都是政治，都是人说的这算。这个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所以不是真的影响到国家安全。原来所有的国家安全都只是一个借口、一个理由而已。好，花旗银行这次它赚了。本来中国大陆在金融的这个国际化的合作，本来选定的是英国，后来英国自己搞砸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花旗一定开心嘛，因为花旗在台湾的业务已经几乎都撤走了啊。那它现在变成转到大陆去，我觉得这个花旗是一个指标性的银行，而且它也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性的银行。离开台湾到大陆去，这就是代表说他不看好台湾的未来，他看好中国大陆啊，所以我觉得赖清德你自己本身啊，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说在努力了哈，因为也不能靠说大话来讲自己开心的话。不能这样，我们台股4万点了呢。台股很多的时候，它的4万点是跟加权有关哦，因为你要先看的是我们的传产啊，那个建中兄很清楚嘛。我们的传产到底是涨还是跌？我们台股到底大部分是跌还是涨？它是几个全指股涨翻天，但是绝大部分的是不是都已经跌了？我们的交通运输有没有涨？观光旅游有没有涨？农业啦、传统产业、机械化工有没有涨？我想这些都可以好好的来谈一谈。赫格塞斯到大陆去访问，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为什么？第一个就是本来双方有建立起热线，而且是对等的热线，部长对部长，总长对总长，战区司令对战区司令。可是后来从这个裴洛西来台湾以后，这一些都被改变了。那我们也看到美国川普上来，从拜登然后一直搞到现在，双方的军事热线没有了。那现在的情况看起来是要恢复军事热线了，那也就是军事跟外交的沟通管道要建立起来。在这一次的谈话中，很明显的双方已经达成了初步的协议。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在未来的明天会不会有联合声明，我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有联合声明的话，或许会宣布双方的军事的沟通管道跟外交管道建立起来。然后赫格塞斯跟董军这一次的认识，对赫格塞斯来讲就很重要了，因为原本不认识的话，你双方就很难建立起热线的电话。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包括被改名的，还有被改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做不改名，行不改姓很重要的。中国人这个姓名都被改，这个不太好。但是有一个人原文的名字不变，但是中文的名字被改的，那也就是被改姓的那一位这个卢比欧那么也可以到中国大陆，他跟王毅是不是也会建立起外交热线？赫格塞斯会不会跟中国的董军也建立起这个热线？我们看看明天就知道了。哇！但是美中要建立起军事热线，那台湾会不会危险呢？请教盛峰委员。台湾本来在这个过程里面，尤其是民党的执政里面。我们是缺席到连一个板凳都坐不上去了。这个包括今天国安单位中有些人讲一些老实话了，说台湾在这个过程里面是踹了一弹，真的是要踹了一弹首先呢，管理之名不要忘了刚才我特别讲说，经济是下层建筑，政治是上层建筑。2次大战之后德法两国100年来的战争，最后一个方法解决。因为一边用煤控制的法国，一边用钢控制的德国，最后成立了煤钢联盟。这个煤钢联盟就让德国的利益跟法国的利益在这个经济的框架下犬牙交错的连接在一起，谁也压迫不了谁，谁都能帮助得了谁，因此建构了欧洲的和平的开始。所以以后有关税同盟，有欧洲共同市场，最后出现了欧盟。我想今天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对美国将来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是半导体，尤其在台湾的半导体，也不是把半导体搬到美国就能解决，就好像宁德时代搬到了美国，然后美国就开始有电池了吗？这不见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为什么他要控制在美国的手里？因为担心台湾的地位发生变化之后，是不是半导体
美国会被控制。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要让美国安心、放心。台湾跟中国的大陆的关系确认了之后，你的半导体供应是没问题的。可是我要给你这样的保证，你也要给我什么东西？很抱歉，台湾的问题上，你也必须松手放手了。一样的道理，要让资本能够自由的进出在中国的土地上，那你会发现，一个还有引线没有解决，一个定时炸弹没有解决的双国，怎么可能进行全方位的经济的，包括资本的往来？请各位想一想，这不可能的。所以经济的下层建筑正在改变上层建筑当中啊，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是不太去注意的。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何立峰跟贝森特最近呢，就是前几天才在韩国的会谈里，测了什么？就是双方所建构的互利框架是不会变动的。王毅啊，在最近的戴维斯的访问的时候，他讲得明白的一个事情，叫中美关系的第一颗纽扣就是台湾要扣好。然后呢，跟卢比奥的通话里讲，这个呢不是台湾是利益中的核心利益的利益啊，是台湾是中美最高的风险。从某一个程度上也在订正了这些问题。所以一个是在经济框架上捆住了，一个就在风险管控上稳住了。这样的结果，在36个小时的访谈，这么短的时间，当然一切都谈好，只剩下大家做最后的确认确定而已。台湾在这里怎么能不急呢？但是我看还有人继续要玩抗中保台，没了啦，人家是要和解的，你还在抗中保台。从经贸啊、军事到外交，两方好像越走越近了哈。我们来请教聂老师。好，我先讲一下经贸的问题啊。其实那个贝森特和何立峰，我不管在贝森特先到日本又到韩国，先就跟何立峰谈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先期指标了。他们必须在这个两国首领见面的时候，先见面谈出一些东西呢。当天晚上可能要两边最上层首领呢，在适时的时候，在最重要的会议呢，去当这比较敏感，那时候该哪些是他们已经谈出的核心或重点去交流。好，我现在讲的就是何立峰当贝森特谈的是3个小时180分钟啦，当然比今天比较重要的首领之谈的只有2小时15分钟，这个是有差别的。而且你要说不好听，2小时15分钟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官方术语哈。即便这个川普是一个 talk show 的模式，不过重点是呢，实际上两国首领要谈的东西绝对会比较表面，你要真正拿到东西，不可能在这里面讲太清楚，因为他们的话语太敏感了。所以我在某些地方就讲说，他们怎么样，最后人拿到1/3，拿到一半他们想要的东西而已，就他们的take and give。好，那我现在讲一下 Hegseth 这一次去哈，刚才主任有讲到1972年的时候，当尼克森总统也有带这个国防部长去，但现在这是战争部长。我现在要讲的是，其实我分析我的感觉啦，这个川普这一路走来，在他30岁的时候，他1946年生的，在1970年代的时候，当时是尼克森总统，他当时在30岁的时候，看着尼克森总统所走的路，因为他的商业是很成功，他很想走政治路，他不知道尼克森总统他并不欣赏，他做了很多乱事。很奇怪的是，川普现在做的很多事，他的错的乱很多都很像尼克森。真的包括当时的越战和他现在一战，你知道战争权利法在1973年定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1970年呐，照理讲你要把他的军权一定要还给北越的时候呢，竟然尼克森偷偷秘密在1970年呢就去密攻那个所谓的柬埔寨、辽国那边，要砍断北越的供应链，这个国会吓了一跳。所以呢，最后说啊，你有3军统帅的这个权利，但是我必须限制你。所以呢，我以后再做这种动作要限制，只有60天你可以做，超过60天以后，你后面动作你可以撤军，如果输了撤军，如果还要攻，你要透过我们。所以你这一次发觉啊，这个死尸入伙，这个入到了川普之后，他还想再攻，但他现在已经不太有能力再攻了，因为战争权利法已经这样讲下去了。我现在重点就是，当时他带了所有的国防部长去，当然刚刚主任也讲到公报，第一个公报，这个中美签的3个大公报，第一个公报是上海公报，它的日子就1972年2月28号，这么巧又是228。好，那这个公报当然细节不多。第二个公报当然在1979年的时候哈，当然中美断交，那时候叫建交公报，对台湾是非常不利。当然后来有个817公报在这个1982年。好，那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赫塞斯这次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当时是越战，现在有一战。
战伊朗的战争。所以伊朗的战争实际上啊，美国多少要 onside 去了解，甚至摸一些中国的底，甚至啊，现在要去探视的，真的见到人以后，去看他们会不会在背后呢，去对伊朗施出一些援手。说实在，多多少少都有，不管在情资的收益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个啊，要 onside 去了解，可能对美国这个在玩这个所谓的要全方面掌控下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赫尔塞斯这次必须去。好，所以呢，人在北京的川普应该心还是系着这个战争啦，哈。而且呢，他在出访中国前夕呢，还呛伊朗说啊，如果呢你没有协议的话呢，将会迎来毁灭性的后果，甚至还说啊自己不需要中国的帮忙，而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到副总统范斯啊，就在谈到美伊谈判的进度的时候说，他认为他们正取得进展，但是回到根本问题，取得的进展能不能够满足川普的底线，也就是确保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子武器。而卢比欧更是直接说了，说啊，希望中国啊能够出来劝阻伊朗方面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好，所以川普说不需要中国，但是卢比欧说希望中国帮忙哦，这两个又有矛盾了。而且现在纽时还报道了说啊，其实情资掌握中国企业呢是密谋要透过第三国去秘密出售武器给伊朗，好来掩盖这个军事援助的来源。好，当然这个中国一定不会承认的。但是我们来看到这个荷姆兹海峡封锁的时候呢，中方呢又有2艘船舶通过了。好，这个他已经在滞留波斯湾2个月的2艘中资船舶呢，中远海运旗下30万吨的超级大型邮轮远花湖号，还有汽车运输船舶江口号都顺利了通过荷姆兹海峡。你说这2艘中资船舶通过算什么呢？现在可是有逾300艘啊，全部都被堵在荷姆兹海峡，怎么就只有你中国的船可以出去呢？好，甚至啊，现在那个美驻联合国大使呢都开轰了，说啊，伊朗你别再封锁海峡了，要求德黑兰要停止布雷，还有停止收取过路费啊。但是现在呢，两方呢谈判进入僵局的话，有没有可能开火了呢？好，我们来看到啊，赫格塞斯就说了，说川普有可能在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甚至他还说，如果总统认为有必要的话，根本不需要国会的授权，我随时可以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而且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也发文了，说什么？说一架美国空军 F-35A 隐形战机啊，在荷姆兹海峡的水域上空巡逻。好，那 F-35A 呢，在以超音速飞行的时候，可以携带非常多的炸药。但是你炸药，伊朗有在怕吗？好，来看到啊，这个伊斯法罕以南的索菲山飞弹基地，它可能是被遭受轰炸最严重的一个地点哦，包括了 B-2 轰炸机啊，还有 B-52 轰炸机啊，都不断的来轰炸它。但是伊斯法罕的居民就说了，很奇怪哦，这座山啊，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它被轰炸啊，看到浓烟升起，但是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又看到导弹从这些山射向天空，所以怎么样？你怎么炸？它其实躲在山里面啊，白天一来的时候，照样再把导弹拿出来发射啊。所以呢，伊朗似乎是没有在怕你的。好，那另外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现在就蛮紧张的哈，万一真的要停火，那怎么办呢？好，传出啊，纳坦雅胡这个时候是秘密的去访阿联。好，这个呢，以色列办公地总理办公室就声称了，说纳坦雅胡曾经在3月26日前往阿联，并且呢与阿联总统会面，甚至形容啊此次会谈是历史性突破。不过呢，阿布达比是火速打脸。好，但《华尔街日报》也披露了，说啊，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啊，摩萨德局长啊，也曾经有多次的秘密访问阿联，要协调双方在伊朗战争中的军事行动。但是阿联还是否认啊，说双边的关系是公开透明，没有什么秘密的访问。但是其实以色列跟阿联可以说是越走越近的哦，因为以色列啊，就曾经向阿联去部署铁穹防空系统，来协助他们拦截伊朗的攻击。好，那一方面呢，阿联说没有跟以色列走得太近，但是一方面呢，他们呢也不断的在增强自己对于伊朗的防空，像是阿联酋就开始在迪拜国际机场附近的油库子来加棚子了，就是希望呢，能够拦截一些
这个无人机啊，或者是一些飞弹的啦。所以啊，纳坦雅胡的密访无论是真是假，但是他们对于这个海湾国家对于伊朗的防卫系统还是非做不可嘛。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觉得范氏现在正在享受一个人的镁光灯因为这个他很难得。他当然他用目前来讲没有大人在家，所以他是小鬼当家我想这个影片大家都很熟了。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白宫空了因为总统走了嘛，所以他的所有的阁员都跟着总统到了中国大陆去访问。那现在白宫很空，没有人，就他一个小鬼在当家。当然他也很害怕说，如果他让这个川普觉得他有要僭越想要取代他的话，他的位置也不保。可是他又不肯说，他就很寂寞，好像变成一个没有声音的副总统。也就是因为这样，他就在白宫也召开一个记者会也赶快享受一个人的光环总算有那个镁光灯聚在我一个人身上。他就大谈特谈有关于川普跟中国大陆有关于伊朗的问题这些。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大陆这边第一时间已经有说了，说川普在2个小时又15分钟的会谈中，有提到了俄乌战争的问题，有提到了伊朗中东战争的问题，也有提到了东北亚的这个朝鲜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就几个字而已，大陆没有任何回应，也没有任何态度，也没有任何说法。那就代表什么？知道了，谈论过了，但是就是这样。那换言之，也就是不会变。大陆对于俄乌的战争的态度不变，美伊的战争的态度不变，然后朝鲜的战争不变。这个就是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说，中国大陆知道你美国是侵略伊朗，那中国不可能对于伊朗落井下石也不可能做不仁不义的事。所以伊朗是一个受害者，我不可能让受害者吞下被害的苦果这个就是一个大国的担当。那所以你即使你川普来到中国来访问，也希望说你可不可以帮帮忙？帮帮忙很简单嘛，你停止战争就是帮忙了嘛。也就是说，你美国停止对于伊朗继续发动战争，你彻底的结束战争，那赫尔木兹海峡恢复战前的这个情况，那是可以谈的。但是前提是你也要结束对伊朗所有的封锁。那浓缩铀的问题，你要解除对伊朗的所有的制裁，包括你对于伊朗的资金的冻结，全部都要还给伊朗。那这个才是天经地义的事嘛。我想这个答案也都出来了，那就看你美国接不接受。那你美国不接受，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态度。那有关于赫格塞斯，他现在是在耍赖了。他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前段时间的停战，那就是战争结束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再度发动对于伊朗的战争，那不是史诗级的怒火了，这是重锤的战争。重新取个名字，新的战争不是旧的战争的延续，不要搞不清楚。重锤战争不是史诗级的战争。所以60天就可以重算吗？一切重算，从60天开始算。所以他打到59天的时候又停战了，然后又再创一个名词。叫做狼头战争，然后又是一个新的战争。有人这样耍赖耍到底的，我觉得目前来讲，只有这一届的政府会干得出这种事来。所以现在这个美伊战争呢，看起来还是僵局难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当伊朗的炸弹炸不完，美国的威胁有用吗？请教盛峰委员。是这个本来川普的如意算盘是在伊朗里面显个威风，带个威风的风那么可以到北京呢，可以跟习近平呢掰一下小手腕。结果没有想到这个风没有成了，把它吹倒他自己的台风。他到现在为止，他不知道怎么收场。现在收场都他自己说了算，他停也是他说的，要不要打还是他说的，是吧？他这一次在中东的立场的这个战争上，他要不是把自己这一种片面性的停火把它停下来，连去中国大陆都去不成。对，这个我以前讲过，中国大陆不可能是一个前天战略伙伴关系的伊朗正在被美国狂轰滥炸的时候，然后摆出那样的场面迎接川普，那你说在国际上你还能当老大吗？你没有资格了。
所以川普也知道，我不把伊朗的事战停下来，那我是没办法来的。可是呢，停下来你就没有本钱了。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很担心台湾就这样子？因为川普手上没有筹码，没有筹码，唯一最大的筹码就是台湾。好，整个的美伊战争的结果，把美国打得是弊态这个丑态百出啊。但是相对的，把中国的地位稳稳的给撑上来。中国大陆这几年赢得了世界对它的重新认识，不是源自于中国大陆的宣传，是源自于跟美国的对比，跟源自于美国对中国大陆所实施的说法。一个最简单的观点，请各位看一看，全世界受到荷姆斯海峡这么大的冲击下，所有的国家的能源都遭到了很大的压力。一个14亿人口的中国大陆，是在这一次全世界所有的能源产生危机的时候，韧性表示最好的国家。它的有的涨价的幅度也是最低，它能源的压力也是最少。那从世界大家来看，有一天发生了世界冲突的时候，假如对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施压，好像手上拥有的筹码越来越少。能源本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筹码，这个筹码也越来越少。那么同时呢，也这个里面呢凸显了中国的影响力。俄乌战争大家都知道，俄罗斯能撑得下去，是因为中国在后面买它的天然气，买它的石油，然后供应了整个俄罗斯所有的民生物质的需要，所以它没有压力。那伊朗打到今天，所有人也都相信一件事情，包括美国讲的，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再援助伊朗了。为什么讲这个话？一个可能是要甩锅给中国大陆，一个切切实实大家看得出来，只有像中国大陆这样体量的能量的国家，才有办法在世界最动荡的时候，它反而是一个最安定安稳的力量。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接下来美伊战火有可能会停止，还是会重启呢？请教聂老师。OK， 我先讲一下，今天讲到伊朗战争，我请教一下，请大家把时空倒转一下，2天就好。我们讲2天前，5月12号，川普要上飞机了，有很多的记者围着川普问：这次你去中国，是不是要跟中国谈一下伊朗问题，要请他帮忙 ？No， 我们的这个伊朗问题我自己解决，不需要人家解决。各位有没有印象？主持人点头了，当然有。我今天要讲的是对伊的战略，我会讲用2字形容。其实现在美国跟伊朗就是2件事，一个到底要不要和谈，还是到底要不要续攻嘛、续战。和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他很想拉中。为什么用中国出面比较有机会？因为他们2个要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他希望中国来帮我川普一下，告诉伊朗不要那么嚣张啊！什么？你又不是真的赢，你今天全想拿。你知道经济要解封的，海外什么这个资产都解冻，然后还要赔偿，你疯了吗？我路人知道吗？我要再打，你知道？所以你知道他很想和谈，因为他打不下去，已经消耗战消耗到极点，而且没有后勤的未来的制造能量。所以习近平川普怕他必须和谈，其实他很想和谈，他需要中国。可他为什么讲自己呢？因为那几天他火了，看到那个伊朗清单，他要再打，结果他就说我们自己解决，不要人家，因为他想打的时候，有了中国一定受阻，中国不会帮我，还会帮伊朗。这就是我要讲2个字：第一，要和谈的时候，他能力有限，要中国出来，这很糗。